我是徐宝强，我也是香料密码的结语人。这是大高粱姜，也叫南姜。这个是姜黄，这个是泰国柠檬叶，这个是香茅。这些香料都是娘惹菜的灵魂。人说娘惹菜包含酸甜苦辣咸和鲜，以及椰奶的脂肪香，多数口味浓郁，香味四溢，色泽艳丽，是香料风味融合的结果。具代表性的香料有4种：大高粱姜也叫蓝姜或南姜，带胡椒和松香味儿；姜黄微苦微呛；泰国柠檬叶和香茅则像是柠檬和香水的混合体。如果风味是一种大合唱，大高粱姜和姜黄是低音，温润醇厚；泰国柠檬叶和香茅是高音，芳香扑鼻。高低音要互相搭配。徐宝强主管福康宁公园，这里的香料展览厅能解锁娘惹菜和香料之间的一部分秘密。我在手里拿的是大高粱姜哦，基本上姜的味道是给我们一个很温暖的感觉啦。它的化学成分叫做格兰高。高粱姜油含有桉油醇、派烯和丁香油酚，散发的味道类似于樟脑、松树和丁香。松树、丁香味道醇和，樟脑则让人觉得清凉。在我前面的植物是姜黄，姜黄算是很古老的香料，大概4000多年以前有人在利用它来染那个布料啊。姜黄里面有一个化合物叫做 curcuminoid， 它给你一点泥土温暖的味道。叶子就没有这个成分啦，叶子就有那个精油，会很快的挥发，特别是你加热的时候。所以吃一点加入菜肴要适当。有些东南亚人用姜黄的花来做沙律，据说带有微微甜。用来美化公园的香茅其实是一种草，有时候很难分辨它跟那个野草怎样分辨呢？把那个叶子时时就闻到那个香味啊。香茅它有这个泥土，然后有根。这个是茎的部分，这比较低的部分是含有那个精油所以这个部分是用来煮东西的。至于泰国柠檬叶，由许慧芬来介绍。Excuse me, sorry。我的娘家煮的通通是潮州菜，翠姨的那种潮州菜没有煮辣的。许慧芬嫁给土生华人51年，擅长煮娘惹菜。嫁鸡随鸡嘛，没有办法，结果慢慢就学出来。我现在选这个柠檬叶，就是要选这个比较老一点的，它的味道比较香。这些比较嫩的，它的味道还没有这样香。最重要是这个老的，它的汁要很粗，颜色要深青色，它会比较好。慧芬挑选香料眼光精准，需要帮忙的我会帮他们，他不会选。你看他拿的不说很好嘛，他不懂得到底怎样拿。This one this color stronger, yellow more yellow. This one better. 香茅就是要选它比较保水不泡嘛，按下去比较硬。Some of my own family members, especially my wife, actually she doesn't like the smell of lemongrass. My mother-in-law, she does a lot of massages at home. They use the lemongrass oil. She starts the massage, right? The smell will fill up the house. She smells every day. She smells until I think she really cannot take it. I mean, spices are just like humans. Some people, they are in your face, they talk very loudly, correct? You don't want them to talk, so they talk to you. Turmeric is like that. Turmeric is a very pungent spice. Galangal is more like soft-spoken. They will show you what they are made up of, but they speak to you very nicely. They whisper to you.
这些香料来到土生华人家庭，经过暴力的洗礼。这个香茅最重要就是拿到它的味道。通常我是把它的中间这个芯剪掉。经热火烹煮，变难忘的记忆。农历新年是娘惹菜的高光时刻，刚刚好，又甜又甜，带有酸味。煮的好吃吗？温庆元是土生华人，有7个兄弟姐妹。掌厨的是太太许慧芬。他煮的是什么呀？黑色柴油。我是不会煮的，我是看我祖母、我妈妈煮。我的妈妈也很担心我，你嫁到一个大家庭，又要这样复杂，又有家婆、家翁，你怎样应付得来？煮这个娘惹菜也不简单啦，因为是 from scratch 嘛，他不知道嘛。温庆元的祖父从福建过番马六甲迎娶当地女子，第4个儿子是温庆元的父亲。父亲后来成家，生了8个儿女，温庆元排第3。3代人曾住在小印度的双层房屋，老家现在是个店面。我5岁的时候，我的 grandfather passed on, so we had a 7 days wake, you know. 那时候不会 sad 啦，但是高兴，因为很多人来。我在这边，我们每年庆祝New Year了，放那个 firecrackers， 就说在2楼掉下来，有5分钟这样了，很热闹，孩子是很喜欢这样了。从出生到21岁，温庆元跟20多人住在这里。孩子很多，总共是有15个了。那5、6岁的就比较早睡觉了。楼上是木板的，他们呢，以前是没有穿diapers 的啦，所以他们尿尿他的尿全部倒下来。所以我们在楼下坐的，我想，为什么有水？楼上住着温庆元一家以及2伯、3伯的家庭。我祖母煮，3家都合在一起煮来吃。有时候煮了不够，要想码。到温庆元结婚时，大伙儿分家了，跟新人一起住的至少有4位长辈和庆元的兄弟姐妹。我们也是要煮很多人吃的，通通是我的家婆掌握，我就跟着她，她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首先，家婆教他挂蒜，1串蒜要挂足1整年，到农历年才更换。我们尊敬老人家，老人家讲什么都是有理由的，我们就照做。古传是说这个可以算，很多钱可以算，慢慢算。家婆再教他制作娘惹菜的香料酱。香料酱是风味的基础，所使用的每一种香料必须尽情地释放味道。为顾及口感，香料里头的纤维也必须被破坏，煮出来的酱汁才会绵密顺滑。用泰国柠檬叶要去掉苦味，把它的中间这个芯剪掉。这个是家婆讲的，多一点工不要紧，要煮得好吃最重要。家婆用杵和臼把香料捣成酱，这方法有别于用食物调理器，不用加水，更芳香浓稠。你喜欢做这个吧？不喜欢呢，喷到眼睛。喷来喷去的时候，又要种到很油，会一点埋怨的。没力，要种很大力。
这很久没有种了，有电器我就不种了。多少姜黄配多少葱蒜，不同家庭有各自的偏好，还要看是用来煮什么。煮海鲜会多放些姜，去腥提味。总的来说，家婆没有硬性规定。他也是大概说需要这些，连我们就会听他讲，煮鸡跟肉不一样的香料，煮鱼又不一样的香料。蓝姜是给它味道会比较好，黄姜给它颜色比较漂亮，香茅是给它香味。我的家婆很好，她很疼我，因为我也是很听她的话，我也是很顺着她。妈妈跟我讲，你要孝敬老人家，让他们做你的父母。温庆元懂得自己妈妈料理的味道，包括这道酸甜红鱼，可是他很少进厨房。我不喜欢这跟那个什么油啊。除非是说 ，OK， 他跟我讲说，哦，这个够辣吗？够酸吗？够甜吗？我就来这边跟他试试看啦，给他滚一下。自从我家婆去世后，我有很大的压力，因为家翁、小叔、老公、姑姑们，他们都是吃习惯他的妈妈煮的东西，重口味了，甜酸辣一定要的。有一点甜点，甜点，对，要多一点糖。我来煮的时候，起初他们很大的意见，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弄到我很气煞，我说我不干了，你们叫工人去煮了。这是那个，可以多一点点吗？糖可以。后来我想想，做一个媳妇不应该有这种的 attitude 啦。我就再重新大进厨房，经过了老公的支持，慢慢就学出来。OK， 好了。尽管酸甜红鱼酸爽开胃，老两口却吃得五味杂陈。每个说我要学，结果学没有，到今天还是学没有。我的心情是很不高兴了，老实讲。温庆元、许慧芬的家有浓厚土生华人风格，有些宝贝是家传的，有些是买的，具文化意义。娘惹菜蕴含香料智慧的积累，暗藏的是亲情。这个食谱是上一辈传下来，我们跟着煮。那么我妈她就跟人家讲，哎，我的媳妇煮啊这道菜很好吃啊，我很喜欢吃啊。我每次想到我的家婆，她不会对待你说你是一个媳妇，我疼我的女儿，不会。我的女儿要来了，煮这个我给你先吃，等下他们吃完了你没有得到吃，感恩她这样对我。1988年农历新年期间，家婆操劳过度病倒了。原来她有心脏病，住院约1个月就不幸过世，伤透了子女的心。在她逝世的20多年间，他们都以娘惹菜拜祭她，所用祭品一定包含用料丰富、代表一家团圆的什锦菜。We serve at 10 o'clock, but we must complete the ceremony by 12 o'clock.
我在煮，我就会想到他，就想哦，妈的讲不可以太甜，不可以什么，我们就会比较注意，一直有怀念到他跟我们讲的话。慧芬和庆元现在最担心2个孩子没时间学煮娘惹菜，要吃都得到妈妈这里来。他们太忙了，到今天还是学没有。我每次跟他讲说，你妈妈跟我也是有年纪了，有一天我们走了啊，你学不到，所以你学不到的时候呢，你就会后悔。煮娘惹料理真的会把年轻人吓跑吗？看到香料真的会闪开？美食内容创作者黄代元就不会。因为我每次处理姜黄的时候，手指都会这样子。我有一次刚刚去修指甲，不知道为什么我选白色，啊，真的。所以我10个手指用了姜黄之后，哇，白色变成黄色，很难看，浪费钱，真的。所以我现在知道了，你看我完全没有修指甲。黄代元的外曾祖母是印度尼西亚的娘惹，饮食起居充满娘惹风。爸爸来自威尔士，妈妈是华人。黄代元通过做菜寻找文化的相通性。Very good。我不太喜欢就是注重我跟你有什么不一样，我比较喜欢说哦，我跟你有什么共同点，我们可以从那边去更了解彼此这样子。黄代元做意大利的意式奶冻，加入娘惹常用香料蓝姜、泰国柠檬叶、姜黄和香茅。如果说蓝姜带着花香，那香茅带着草香。香茅它的香气跟一个化学物叫做 citra 有关哦，它会使我们觉得比较放松这样，然后减低我们的压力啊。citra 有抗氧化和抗发炎的作用，所以它会使我们的大脑比较不这么容易老化。在做娘惹菜的时候，这些香料常常会配椰浆去煮，对吗？我是新加坡人，有时候我吃有很多奶油的菜，我觉得很腻。蓝姜啊、柠檬叶，还有姜黄，还有那个香茅，它会提升那个味道，不会很腻，又有一点点的新鲜感。这个意式奶冻其实是有东南亚风味的甜品。蓝姜和泰国柠檬叶煮糖浆，是在甜味里增添花香和柠檬香。用柠檬叶而不用柠檬汁，就不会把糖浆变酸。娘惹菜可以更亲切，如果使用香料的难度减低，或许就是切入点。用在香料拌饭的香料都不会经过煮，它的芳香就是特别新鲜。香料拌饭本来是马来菜，但是呢，马来人用的香料是有很多种的，而且有些是属于比较苦涩的味道。娘惹做的淡一点。黄代元打算将娘惹香料拌饭做成日本饭团。这个跟传统已经离得很远了，所以我觉得，老实说我会蛮紧张的。如果真正的娘惹人来吃这道菜，但是我还是愿意给他们尝，因为我觉得食物是一种一直在变化的东西，对吗？把娘惹味道创意化，应该是给人介绍娘惹菜的好方法。
要跟着自己的喜好去煮东西，煮出你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最重要。若以虔诚感恩的心去酝酿风味儿，细腻对待每一种香料，给它机会绽放芳华，也许就能解锁香料的奥秘。